从19世纪末起啊，清景泽呢就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度假胜地。很多人了解清景泽呢，都是因为电视剧《四重奏》，这里是整个清景泽最具有历史风情的区域，空气中尽是诱人的香味。披头士的约翰列侬每年都会来此度假。大家知道清景泽除了休闲度假、旅游、购物以外，另一个主要的产业是什么吗？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社长带你看日本。大家好，我是社长刘洋。过去社长拍了很多比较严肃的历史题材的节目啊，今天呢带大家换一个口味啊，来点轻松的。这期节目呢，社长准备带大家去逛一逛日本最负盛名的度假胜地，有着东京后花园美誉的清景泽。走吧，我们出发。清景泽位于距离东京100多公里的长野县北佐久郡。我们从东京开车过去啊，大概需要2个多小时。从19世纪末起啊，清景泽呢就是日本最有代表性的度假胜地，文艺、休闲、小众是它的标签。名人们的故事呢，更令这里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披头士的约翰列侬和他的妻子小野洋子每年都会来此度假。小说家哭城雄与他的妻子也邂逅于此，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成为了宫崎骏的动画片《起风了》的故事素材。我们开车从东京出发，渐渐的，四周的景色开始不同，一幅田园画卷在眼前铺展开来，深深浅浅、浓淡相宜的绿色让人心旷神怡。随着汽车向前行驶，诗歌般的田园景色逐渐被浓密婉丽的山间美景所取代。不知何时升腾起的缭绕雾气，像轻纱幽帘，遮挡住了层峦叠嶂的质朴山庄。而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清景泽，就坐落在这片美丽的山林之间。说到清景泽的历史啊，就要追溯到400年前的江户时代。当时的日本呢，以江户，也就是如今的东京为起点，有5条陆上交通要道，合称为5街道。其中一条啊，经过长野、岐阜、滋贺，一直到京都的道路呢，就叫做中山道。而清景泽最初呢，就是这条中山道上的一个驿站。到了明治时代，清景泽曾一度因为驿站功能的丧失而没落。直到1886年的夏天，加拿大的传教士亚历山大·克劳夫肖来访，觉得此地的景色啊很有故乡多伦多的味道，于是呢便在这里兴建了别墅，并向友人广为传播啊，从此就开启了清景泽作为度假胜地的历史新篇章。1888年，清景泽开通铁路，更多的外国人来到这里。为了满足外国人的需求啊，清景泽建造了将近60多座的西式别墅和教堂，还开了各种西式的餐厅和咖啡店。同时呢，高尔夫和网球等西方的这些娱乐活动呢，也在这里盛行开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清景泽，刚一下车呢，就明显感觉到这里的气温呢比东京要低个5、6度。这是因为清景泽的四周呢都被山峰所包围，然后呢又地处海拔1000米的高原地带，所以就算是在夏天啊，平均温度也仅有25度左右啊，也难怪啊东京的有钱人们啊喜欢来清景泽避暑。我们刚才一路开车过来，就感觉整个清景泽呢非常的洋气，用日语来讲就是おしゃれ。清景泽啊，虽然是一个不大的小城镇，但也分了好几个区域，包括新清景泽、旧清景泽、中清景泽以及南清景泽。每个区域呢都有其独特的特色，吸引着不同层次的游客。我们现在来到了新清景泽，旁边呢就是 JR 的清景泽车站。大家如果从东京坐新干线过来的话呢，就从这里下车，走，我们去附近溜达一下。新清景泽这里是小镇的行政中心，也是当地居民的文化艺术中心。短短一条清景泽本街上，美术馆、博物馆和音乐厅林立。这些公共设施的建筑风格虽然偏现代，但也和当地的自然风貌毫不违和。这里还有非常多的别墅，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当地人的，很多都是外地人买来度假用的。根据数据统计啊，清景泽当地的居民不到2万人，但是别墅物业呢就多达16000多座。
另一个更夸张的数据是这2万的当地居民呢，每年要接待840多万人的观光客，甚至要超过夏威夷的每年814万人和冲绳的每年765万人，可见千景泽是多么受日本人的欢迎。在湖的对面呢，就是清景泽著名的大鹤音乐厅。很多人了解清景泽呢，都是因为电视剧《四重奏》，清新的自然风景和流淌在耳畔的古典音乐，为所有观众营造出了一个优雅美丽的世界。但其实早在四重奏之前清景泽就与古典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索尼的 CD 之父，之后成为东京爱乐乐团理事长的大贺典雄，从小呢就是在清景泽长大。用他的话来说来到这徐风吹拂、大自然环绕的清景泽，便感觉身心都活了起来。在树林中散步，听鸟叫虫鸣，就会像贝多芬一样，音乐浮上心头。于是在2005年，大贺典雄呢出资建造了这个清景泽的大贺音乐厅。在这个依河而建的音乐厅你可以听到包括爱乐乐团在内的各种高水平的古典音乐演出。キリストが全てです。主耶稣是全部。我们现在来到了旧清景泽，这里是整个清景泽最繁华也是最具有历史风情的区域。西式的历史建筑和繁华的银座街呢，共同勾勒出了一个宛如中世纪欧洲小镇的复古风貌。旧清景泽银座通是清景泽热闹的购物商圈，商店街长约600米，地面铺上红砖，沿街有很多老教堂和古董店，别具浪漫风情。还有各种饱含情调的餐厅、咖啡馆、甜品店，裹着日式复古洋房的精致外衣，不紧不慢地等待游客的光临。这里有一家专售老照片的小店铺我们可以看到挂着很多的黑白色的甚至泛黄的老照片，仿佛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到了上个世纪。我们逛着逛着下雨了，这个整条街道呢是香气十足刚出炉的面包香、甜蜜果酱以及各种各样的现烤熟食，空气中尽是诱人的香味。清景泽有很多的果酱店，那么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果酱店呢？社长先去买一瓶，我们等会儿再聊。漫步在这条欧式浪漫的小街之中，买上一瓶果酱，品上一杯咖啡，听上一首轻快小调，即便人群走过，大家都相视而笑，不言语，选择静静独赏旧清景泽的这种难以名状的韵味。回头给我女儿尝一尝，她应该会喜欢。穿过旧清景泽的银座通商店街呢，我们就来到了清景泽最古老的教堂——清景泽萧纪念礼拜堂。这座教堂是由加拿大的传教士亚历山大·克劳夫·萧所建，他将清景泽作为避暑胜地推向世界，也因此被称为清景泽之父。咱们刚才留下来一个悬念，说为什么清景泽有那么多的果酱店？没错，这个果酱就是由这位传教士清景泽之父萧带来的制作工艺，在这个地方传播开来。静静伫立于林中的礼拜堂最早建于1895年，当时是清景泽最早的教会建筑。木造的礼拜堂充满了怀旧氛围，与周围的美丽树林融为一体，深邃悠远。现在这里已经被称为避暑胜地清景泽的发祥地。
秋天就是这个样子 ，show house。礼拜堂的旁边呢，就是复建的肖先生的别墅。最初的别墅啊，建于1888年，是整个清景泽的第1栋别墅。传教士肖先生不仅开启了清景泽作为度假胜地的新篇章，他还向当地人传授了制作果酱和种植高山蔬菜等相关知识，因此至今他依旧深受清景泽当地人的尊敬和敬仰。2楼很通透啊。我们从肖纪念礼拜堂走过来呢，有一个西式旅馆，就是这个万平旅馆。这个旅馆啊，市长必须要好好的推荐一下。如果有朋友来到清景泽旅游呢，一定要选择在这里住上一晚，因为它不仅曾经是清景泽的门面担当，更是披头士的传奇巨星约翰列侬生前最爱的旅馆。说到清景泽，就很难避开万平旅馆，它是清景泽最早的西式酒店，接待过无数的国内外政要。在日本古典酒店协会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同时呢，它也在宫崎骏的动画片《起风了》中登场，成为众多动漫爱好者的打卡圣地。万平旅馆创业于1764年，最初它其实是一座叫做龟屋的日式旅馆，直到1894年，旅馆的第9代目佐藤万平在听从加拿大传教士肖先生的建议后，将自家的日式旅馆大胆改造成西式，并提供煎蛋、沙拉、炸鱼这些日本其他酒店没有的西式餐点。清景泽随后的发展验证了佐藤万平的眼光，西式酒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值得一提的是啊，约翰列侬从1976年披头士解散以后到1980年遇刺身亡为止，每年的夏天呢都会携妻儿来这里度假，而且每次都会选择住在万平旅馆的128号房，一住呢就是半年以上。他甚至把清景泽称为自己的第2故乡。万平旅馆内展示的老照片中啊，都可以看到列侬一家曾经的足迹。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中清景泽。如果说早期的清景泽的发展啊，主要归功于以加拿大的传教士肖先生为代表的西方人的话呢，那么如今清景泽被推向世界级的度假胜地的高度，则离不开星野和王子2大酒店集团的运营。我们现在所在的中清景泽这个区域啊，最大的招牌呢就是星野度假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日本首屈一指的星野集团发家的地方就在这里。走，我们去看一看。明治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清景泽建起了别墅，当时还在做生丝生意的星野国次嗅出了商机。他认为，随着达官贵人不断前来避暑，温泉疗养将会大热。于是他迅速放下生丝生意，前往中清景泽挖掘温泉。用了整整10年，星野温泉旅馆于1914年正式建成，这就是星野度假酒店集团的前身。如今这里啊，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完全开放式的星野度假区。除了刚刚提到的星野温泉之外啊，还有在2005年建成的虹夕诺亚度假村。虹夕诺亚度假村号称是日本现代温泉度假村的终极形态。度假村内的建筑就像日式村落一样，零散分布在山谷之中，每栋建筑都有不同的设计，透过曲折的小路一个一个连接起来。村落的正中间有河水流过，建筑与自然环境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虹夕诺亚其实就是星野的日文读法虹夕诺亚，并不是咱们所说的那个吉野家有西诺亚。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榆树街小镇，作为虹夕诺亚度假村的配套设施，这里是星野集团于2009年重点打造的一个购物商圈。小镇里一共有9个小木屋，进驻着16家店铺，由星野度假村管理运营。这是一个小型和谐的商业空间，四周被绿意环绕，汤川缓缓流过，与原始地形风貌极为协调，却又营造出时尚的氛围。从业态上看，榆树街小镇虽然体量不大，但是内部的店铺品质相当高，以咖啡、餐饮和文创零售店铺为主，整体风格非常小清新。再加上店铺都十分有个性，不走大牌，而是主打清景泽当地自有资源，营造出一种当地生活的放松感。沿着浅溪边的散步道漫步购物，品尝以清景泽时令食材烹制的各种菜肴，无论春夏秋冬何时前来，都能感受到浅间山林与河流的自然美景，体会清景泽的日常生活，有一种我就是在清景泽生活的人的这种感受。社长觉得这个榆树街小镇的定位呢非常的聪明，因为在此之前啊，清景泽呢已经有非常知名的旧清景泽银座通，还有等会儿我们要去的这个超大型的王子购物广场，所以星野集团在这里啊就是主打自然和文艺，看看这种感觉，胜在一份非常慵懒的悠闲感，让人能够享受那种惬意和放松的氛围。大家知道清景泽除了休闲度假、旅游、购物以外，另一个主要的产业是什么吗？没错，就是婚庆。其实呢，这也是星野集团一手打造出来的。1958年，日本明仁天皇在清景泽的网球场与平民王妃美智子邂逅，他们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被传为佳话。自此，清景泽也与浪漫和爱情画上了等号，成为了当时民间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憧憬。星野集团再一次踏准时机，于1965年将当时的一个木质三角顶建筑星野游学堂改为了清景泽高原教堂，正式进入婚庆产业。这个全日本第一家可以让新娘穿西式白色婚纱举行婚礼的教堂，迅速成为日本新人们向往的热门结婚地点。1988年，星野集团又请知名建筑师建造了石之教堂。木造的高原教堂柔和温软，石造的石之教堂坚毅宁静。有这2座教堂的加持，星野清景泽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定位，以婚庆为主的自然度假地。我们已经逛了小半天了，现在呢天已经有点灰暗了啊。我们最后来到的这个区域啊，叫南清景泽。如果说刚才的中清景泽的招牌是星野集团的话呢，那么南清景泽就完全是王子集团的天下了。王子集团在南清景泽打造了一个集住宿、购物、运动为一体的超级休闲度假区。针对不同的客群，王子集团在这片度假区里分别运营了5个不同的酒店群落，同时还配有5个高尔夫球场、1个滑雪场以及1个超大型购物广场。社长前面这一大片啊，都是王子的地盘，是王子购物广场。那么这个购物广场啊，是全日本最大的奥特莱斯，集结了全世界240多个品牌。另外呢，还有美食街、餐厅、连锁咖啡店等等等等。啊，那边那个山啊，是王子度假村的滑雪场，不过现在还没有雪，得再等2个月啊。不得不说啊，王子集团也很聪明啊。原来清景泽呢是以避暑来吸引游客，哎，那我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整点这个冬天的娱乐项目，这不冬天的客人不就全成我的了吗？我们今天拍的清景泽别有一番风味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漂亮。我们现在来到了王子购物广场的中心，在湖的对面呢，有一大片的品牌店啊。突然发现这个王子度假村啊，真的是太适合家庭来旅游了。丈夫们呢去滑雪、打高尔夫，妻子们啊就在这 shopping。那边还有孩子玩的这些户外啊、探险什么的，简直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那么一天的千景泽之旅啊，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这一天给摄长的感觉呢，就是如同日本人说的那样，千景泽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地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如果你不懂它呢，或者说你也就不懂生活了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我是摄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